I not say I don't pay you. Why you do that? I have money pay you. Welcome to Madagascar. 我又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了。我已经成功出境了，然后也成功抵达了马达加斯加的境内。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入境的。入境呢，首先是你要填一个表格，表格上面呢你要选择你在这边要待多少天。正常他是给你1个月，我写了2个月，他只给了我1个月，然后1个月的一个签证费是37美元。然后当你拿了这个交了落地签的费用之后呢，你就进来，然后检查一下你的行李，然后你就要开始去做一个当地的一个测试，就是你到达了之后有一个快检，快检差不多5分钟可以出结果。这个快检呢，我觉得它有点奇葩了，它当地币是收6万5，你知道吗？然后欧元跟美元现在是汇率其实差不多了，但是它美元要收20美元，欧元只要收15欧元。我怎么觉得怎么不对劲？后来我一查汇率，这不是一样了吗？但是我手上没有欧元呀。然后在机场换钱呢，汇率是很不划算的，然后也没有办法取钱。唯一的一台 ATM 它不支持银联取款，那我就没办法，交了20美元，亏点就亏点吧，就这么出来了。然后拿到了我的一个阴性的核酸，就是那个快速的一个测纸，就一个这么小的东西。但我出发的时候呢，我需要什么东西啊？我来马达加斯加之前，你需要一个72小时的一个核酸阴性报告，你需要一个国际健康码，就是你打过疫苗的一张纸，然后你还需要一个回程机票。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好好享受我的马达加斯加之旅，这是我想了好久的梦想之地，因为它之前的机场一直没有开放，现在好不容易开放了，现在也是一个去观鲸最好的时间。现在这里下着雨，我穿着短袖，好冷呀！我要换个地方去加衣服去了，太冷了。唉，我这次的行李称了86斤 ，It's very heavy。最后决定打个车，这边没有公交车，有什么办法？130块钱。我把他说我的包像石头一样。3, 2, 1， 我把2个包绑一起了。OK, thank you so much. It's okay. 他们这服务这么好的吗 ？Thank you so much. Only visa? Only visa is good. You need pay? No, No possible. Not possible, not possible. 这边没有银联取钱的地方。OK, go to city center. Underground. Yes. Underground. 他们这儿换钱也没有，他跟我说换钱的休息了，然后银行没有那个银联取款的机器。这就是他们出了机场的街道了。发现一点，跟那个攻略上面查的果然是一样的。他们这边就是黄种人，就是可能东南亚以前的人来的这儿比较多。然后我看那个消息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当初那些人坐船，然后一路飘到了这儿来的。然后说这个是有可靠依据的。他们这边吃的是什么？民以食为天。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吃什么，我饿了。但是我先打车去我的青旅。赛格 Many China, Atana. Chinese here? Yes. Can I go here? To here? Yeah, to here. Yeah. Yes. To take money. 一直在骂我。我说让他，我说看到那有中国的那个饭店，我说我去换钱，他说你没有钱吗？就开始骂人了。我又不是没钱给你。我说我看到中国超市了，我去换个钱怎么了？他说你到那儿我就给你放到那儿就行了。气什么？他让我给他20美金，我想去换钱给他当地币，因为说好的是那个7万的当地币是17美金，他要我给他20美金。一开始说好的去找钱那个 ATM 机去取钱，
他跟我说没有。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呢说有那个银联的 ATM 机，他就说没有，就让我给他20美元。就他在那儿骂骂咧咧的骂我，我不行。我看到这儿不是有一个叫写了长城吗？中国的一个饭馆，我又直接进来了，然后就问他们老板能不能跟我换点当地的钱，老板说可以给你换。这口气我咽不下，你都骂我，你还要坑我？看，一进来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对联儿，那司机在外边等着呢。我最头疼的事是什么，知道吗？现在发现了，这个国家的人几乎绝大多数人他只会说马达加斯加的语言，还有法语。我跟他们说啥他们都听不懂。他们说你会说法语吗？我说我不会。哎呀，没想到呀，他这个老板是出生在这儿的第3代了，就是出生在这儿，他的爸爸也出生在这儿，是他爷爷那一代的人，然后来到这儿经商，然后开了这一个酒楼，这酒楼也有一定的年头了。老板也很好心的给我换了钱，哎呀，太开心了！我感觉在国外有时候真的中国人遇到中国人真的是好呀。到了 ，OK， I can do。妈呀，爆掉地上了！80斤，下着雨，真是狼狈的一天啊！我要去找那个酒店在哪儿呢？我手机没有网络，关键是酒店在这儿，过去了。我没想到这儿能下雨啊 ！Hello。快淋死我了！哇，好多人哦！我先把包放下。这里好热闹，比我想象中热闹多了。我感觉我好社死。Hello. Your reception. Do you have dormitory room? 到了，这就是床位了。So which bed come for me? You can choose which bed you can. 2 hours later. 我要疯了！今天我不是出去嘛，然后就遇到一个在这边开店的中国人，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一脸诧异，他说：“你的保镖呢？”我说：“啊，保镖？对啊，你一个人吗？就保镖在旁边守着你啊。”我说：“我一个人啊。”然后他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你一个人你都不请保镖？”然后在这边晚上5点过后，街上所有的店基本上都关了。为什么？5点过后就很危险，就是他们有这个，然后还会有刀，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有时候你就手机拿出来一下，人家就不小心碰一下你，你的 money 就没了，你的手机就没了。有的人就是说直接抢你钱，抢你手机还好，有的人甚至就没了。然后呢，我半信半疑的，就是回酒店嘛。然后那时候回到这个青旅，从那个我见到他到这儿，总共就500米。我当时都不敢走回来了，因为天已经黑了。我就搭了一个摩托车，你知道吗？然后搭了个摩托车，本来500米，如果坐车的话600米，因为我手机没有网络，他就没办法导航。然后呢，大哥听不懂英语，我又听不懂法语。他要说马达加斯加语，我就更听不懂，我就给他指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天上下着小雨，我冻得瑟瑟发抖。这大哥500米的路给我绕了2公里多，就是不停的绕，不停的绕，最后问了好几个人才问到了这儿。然后回来了之后到前台嘛，我就跟前台打听，我说这里真的那么危险吗？你知道前台小姐姐怎么跟我说的吗？前台小姐姐说，这一天一黑之后呢，你就不要出这个青旅了。青旅门口往上走，因为这个是个坡嘛，你往上走或者往下走都很危险。在那些角落里面，他们有的人带刀，有的人带这个，就是抢你东西是小事儿，把你这个了也不足为奇。就他们当地人也抢，他不只抢游客。我就是你能知道那种
今天一下午的那种感觉，我鸡皮疙瘩都是起来的，你知道吧？我就真的很懵的那种，我的妈呀！我想象中的，你知道马达加斯加一直是我特别想来的一个国家，就是还有很多奇特的植物跟动物，然后还有很漂亮的大海，然后这边也是看座头鲸最好的地儿，然后还有奇妙的猴面包树，还有那个狐猴。这不是我夸大其词，真的不是我夸大其词。在19年之前哦，那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就也是天一黑，当地的店铺全关了。但由于现在疫情过后，很多人没有工作，甚至连饭都吃不起的，他人都要饿死了，就更加危险了。有钱的呢就买这个，没钱的呢就买刀。我现在没有抱太大的幻想，因为我现在对旅行反而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了。我现在只希望我这一趟行程我能安安稳稳的，能保住我的手机，保住我的命，能走完这一趟。因为我觉得再危险，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国家的一些地貌，我还是真的是想去探索一下。本来计划在这个国家待2个月的，可能我希望在1个月之内我就能走了吧。然后可能下一站想去毛里求斯跟塞舌尔。然后前台那个小哥嘛，他很热心的给了我一本书，书是法语的，他说没事，你可以拿手机慢慢的翻译。真的，这个国家我觉得现在除了安全是最大一个问题，就是第2个最大的问题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语言。整个国家在前几年一定要到那种很好的酒店，他们才会说英文，就是一般的酒店跟当地人他们就是说法语跟当地语。前台这个小哥是因为他自己自学了英语，然后能跟我沟通。然后他说，如果你实在那么害怕的话，明天上午我不上班，我就陪你去。从8点到3点是他的休息时间，然后到了3点回来他就继续上班。我说好，太好了，我就觉得突然心里有底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所以我赶紧把首都逛完，因为今天那个当地的小哥说，其实除了首都这么危险之外，离开首都其他的地方就危险程度可以减半了，就没有那么危险了，他们可能就只有刀了。就只有刀了，就尽快离开首都吧，就逛完这一圈就对，行，今天视频就这样了，我也太困了，又想睡，我要早点休息了。可是我好冷啊，他们这儿没有棉被，你知道吗？它只有这一块，给我当围巾我都嫌它薄的，给我当被子。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我是张毛毛，有缘路上见，拜拜。